在这个新的星系，这个新的星球，我觉得还是把地面黑雾先全干掉比较安全点。这批稀有资源还是尽快采集了运回母星好了。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不会太经常过来了，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吧。而且我不是需要电力嘛，这3个黑雾基地拆掉以后，刚好可以给我提供不少的地热电力，至少把星际运输和采矿的电力问题解决了。对，可能还有材料需要加工，所以还需要电力来生产一级材料。好了，3个黑雾基地都搞定了。运输站的速度还蛮快的，1万的导弹已经装满了。我现在摊子铺得越来越大，再加上母星系那边2号星球还在养殖黑雾，我真担心母星上的导弹生产线有点来不及生产了，后续必须得扩建，要不一旦开始大规模养殖黑雾，我的导弹很快就会用完了。安全问题解决了，抓紧时间开始采矿。首先是金伯利矿石，哎呦呵，又成就宇宙珍宝之一。这玩意儿我记得好像可以用来直接做啥来着？不急，先采集运回去再说。反正有这玩意儿以后，有些生产流程就能大大简化了。我看到好像所有的宇宙珍宝其实都是为了简化生产流程的。金伯利矿石，进一步冶炼可以获得金刚石。等等，我先把金伯利矿石存物流箱里，弄个冶炼炉，我看看啊。金刚石可以通过高能石墨获得。貌似之前做起来也不麻烦呀，而且煤矿这玩意儿也不少，所以要金伯利矿石这玩意儿有啥用？而且我查了一下，它好像只能用来做金刚石，那就做吧，做好了再运回去。金伯利矿石的量确实太少了，这颗星球上也就只有这么一堆。我觉得如果我把这颗星球上的煤矿做成高能石墨，然后再做成金刚石，最后得到的量都远大于用金伯利矿石制作金刚石的量了。好吧，制作金刚石的事情等会儿。这边的有机晶体先开采一下，直接开采有机晶体绝对是血赚。之前我的有机晶体基本上都是在化工厂里做的，原料用到塑料、精炼油和水，那也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生产线了。现在我就可以当做原料直接采集了。这玩意儿嘛，也不能单独加工，和钛块一起可以制作钛金石，这边肯定做不了，就直接运回母星就行了。又是一个成就，还有介绍，这玩意儿也是宇宙珍奇之一，名副其实。金伯利矿石这边还是拉一条生产线吧，母星地方太小了，以后还得改生产线，没太多空地了。以后母星的生产线把金刚石当做原料来对待就好了，生产数量暂时不用过多计算，尽量做到饱和就好。主要这边金伯利矿石储量也不是很多，以后估计还得换地方，其他星系应该还得再找找。运输站的储存设置我也改成金刚石了，等母星那边的接收端设置完毕，就可以发回母星了。另外，这颗星球上应该有刺损结晶，我找找看啊。怎么又冒出来个黑雾基地？刚建设的，打掉！我还正发愁建了生产线以后电力不足呢，刚好再造一个地热发电机啊！就这个刺损矿脉，看起来有点像金伯利矿石，储量不多，也只有这么一堆。刺损结晶也是个好东西，这玩意儿可以直接制作碳纳米管的。之前做个碳纳米管，那可真的是太麻烦了，需要石墨烯和钛块，这个就简单了，直接制作，妥妥的又是宇宙珍奇之一。这地方距离我的星际物流站有点远，直接弄个行星物流站给运过去，我就不拉传送带了。好了，珍奇资源采集的差不多了，该回家了。母星这边的情况还好，就是太空黑雾的攻击差不多又快来了，不用担心，5级的太空黑雾攻击也就那样，我放心弄我的基建，先放一个星际运输站，空间撬取器先运出去。这个运输站只要完成，以后不管在哪个星系，运输材料都方便了。就算那边还没有电，我需要的资源也能很快送到。然后就是接收材料，几种刚刚采集的宇宙珍奇都收过来。下一波基建大改造差不多也要提上日程了。绿色矩阵的储量我有点担心，只有不到15000个。撬取器的生产需要不少，等会儿我再解锁一波科技，估计就用完了。生产规模需不需要扩大一下，或者考虑升级一下所有的组装器？另外还有增产剂，我也没用过。不管怎么说，生产线改造都是个不小的工程，可能也就升级组装器最简单了。这个稍后再说，这一期肯定是不行了。我先把有些抓取器升级一下，有些原材料跟不上消耗了。另外就是2号星球这边依然战火连天，物资收集也还算正常。不过黑雾已经升到10级了，又有新的材料产出了。9级的时候又多了8种材料，那就按照之前的思路，对吧？增加物流箱的数量，延长传送带的长度。
实际的黑雾肉眼可见的比之前凶猛多了。话说导弹也得升级了吧？现在用的导弹还是基础款的，所以我还得再弄个导弹的生产线啊。对，就现有的导弹生产线，我估计很快就会供不上消耗了。哎呀，最近事情太多，得尽快完成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拜拜。